你觉得我丢脸？围在蒋亮身边排着队讨好他的人太多了，他知道这些人有求于他，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，也根本不在乎。可我跟那些人的等级不一样，我伏低做小，在他心目中才更有价值。你给到他的，只是情绪上的价值，他只会在吃喝玩乐上面相信，不会有任何的商业合作。我没那么大野心，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，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，做花瓶，做陪衬，我都没有关系的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心甘情愿的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姐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姐，下次有机会去拜访你爸爸吧，好久不见了。正好我爸爸也挺想念你的。小沈总，那你们聊，我先不打扰了。好，贾云总您好，我是金大集团沈浩明，幸会。久闻大名，幸会。他是一个结巴。对。好的。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浩明。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我爱人许岩。你好。远航基金，蒋云总。蒋云总你好，我是许岩。许小姐你好。我当然记得。你们先聊，我有电话。好。啊，今天外采太晚了，没有来得及换衣服，失礼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马甲很方便，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又防风防水。户外作业嘛，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，设备一旦受到影响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您真的很专业。我经常在马甲里装很多东西，笔啊，包括摄影机的备用电池，然后手机，还有录音笔，很多东西。一会儿还有舞会，我看你穿这样确实不太合适。去我的休息室，我有几套备用衣服。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太感谢了。走，这边吗？我想我的衣服你应该穿得下。那肯定。蒋云总，谢谢。很漂亮，那条项链也很适合你。我总觉得穿上了礼服，其实就不太像我了，不像工作服这么舒服，不紧绷又很自在。别站着说话，坐。谢谢。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，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，真的是贤内助。我不太想要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。许岩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赶忙看向许岩，一旁的许岩丝毫不慌的答复：父亲平时是不授课的，只是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，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。说着又拿出自己假造的简历，更是拿出提前准备的许多著作，而书上的签名也是许岩提前找原作者签名，让贾父亲练了许多遍。而这个原作者的女儿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人家也正好在这个大学的研究所工作，这个名字也是顶用了人家的身份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和沈浩明恋爱后，第一次来到沈家，就被沈母的朋友来了个下马威。我们家布丁啊，就是个傻狗，除了长得好看，啥也不是。
还行啊，挺聪明的哈。来来，就连沈家的下人也对她冷眼相待，因为她看起来就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姐。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。沈母觉得儿子配对的应该是豪门千金，而不是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孩，便对许岩百般挑剔，甚至将她当成下人使唤。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，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，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告诉浩明的。离开前，沈母特意约许岩周六见，很快两人第二次见面。许岩为了这次见面精心准备，他听从了保姆的话，还给自己的头发做了高级回礼。可沈母却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为了让许岩知难而退，他叫来了许多女孩。这些女孩不仅年轻漂亮，还个个家族背景强大，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精英律师，这些人都能在各个方向帮助沈浩明。等所有人走后，沈母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看法。从上次开始，沈母一直都在观察许岩，便认定他的家庭一点不好。许小姐，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。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。沈母就是要逼走许岩，因为他的儿子就要听从他的安排，迎娶能帮助他们沈家的人。本以为他的举动能逼走许岩，却没想到许岩为了嫁入豪门，竟开始捏造自己的人生。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，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岩雇人假扮父母的事。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谎。许岩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，他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，父亲不想要他，是外婆将他救下，但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。18岁的我改了名字，从乔岩成为许岩，跟姥姥姓。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让姥姥过上好日子。因餐桌上的一个小举动，女人便察觉到未来儿媳在说谎。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。作为母亲，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？虽然许岩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，但沈母一直都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。于是在饭桌上，他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一家，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。很快他发现许岩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岩加鸡蛋吃，可许岩却纹丝不动，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。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我要听实话。这番话说的许岩差点招架不住，但他很快就有了对策。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，说自己说谎了，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，父母为了前程抛下他很早就出国工作了，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。接着他对沈母打起感情牌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，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。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，不是因为要结婚，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。其实许岩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，他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，父母将他生下就不管不顾，只将姐姐带在身边。但6岁的时候，姥姥为了让他能有学上，坚持让女儿把他带了回去。许岩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，可到了才发现，在这个家里他仿佛是个外人，父母只疼爱姐姐，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。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，拿到好的成绩，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，可在上高中的时候，因为家里没有钱，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，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。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？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。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？凭我是你爸，凭我是一家之主。任凭许岩怎么哀求，父亲就是无动于衷，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，让许岩懂点事。可许岩却不明白，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，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，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？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？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？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？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？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，反而觉得许岩不孝顺，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岩的幻想破灭，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。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，他哭着跑回家，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。来了来了。许岩抱着姥姥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。自此后，许岩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，但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，奈何没有人脉，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。而没有背景的他成为主播的发泄筒。为了保住工作，许岩只能忍气吞声，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，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，见他很冷，直接关掉了空调，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。会议结束后，许岩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，沈浩明赶忙将他接住。等
等许岩醒来后，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，心里顿时暖暖的。这是许岩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他有善意的人，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。刚才护士拔针之后，我怕你继续流血，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。经历过这次后，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。沈浩明更是带着他回家见父母，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，处处刁难他。而为了嫁入豪门，许岩不得不捏造身份，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。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岩的身份很是怀疑。一顿饭后，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岩。许岩见状，为了圆谎开始卖惨，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。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。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。还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，好不容易买了一条名牌围巾送给未来婆婆，怎料婆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还纵容自己的好姐妹羞辱她。许小姐，你搞错了，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。马总啊，如果她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，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哎呀，那就要注意呀，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。听完这些话的沈母更是没有理会许岩，直接跑过去跟狗一起玩。此刻的许岩站在这里无比的尴尬，好像自己连这些狗都不如。自从许岩和沈浩明相恋后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和爱。但身在名利场，她不仅想要借助男友跨越阶层，还想跟男友有一个未来。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，父母疼爱姐姐对她弃之不顾，她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所以她花费很多心思来讨好未来婆婆，不仅捏造名媛千金人设，还卖惨以此来获得沈母的信任。可沈母打心眼里对许岩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，想要查出破绽，可每次都被许岩巧妙化解，让她觉得许岩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，很难对付。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，许岩过来后，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，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岩羞辱了一番，接着就去逗狗，将许岩独自晾在一旁。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别急着结婚期。而许岩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，对此很是无奈，于是他趁和保姆出去买菜，问问他沈家人的爱好，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。可保姆因为上次和他说话被沈母发现，早就被叮嘱过，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岩说。但这一趟他也没有白来，在保姆口中得知，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，但都因为沈母不满意，再加上他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，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。许岩一听瞬间明白，要想攻略未来婆婆，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们的圈子里。自此后，许岩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。他们在打球，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，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。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还挺有成绩。虽然许岩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，但他这趟也没有白来。他发现沈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，直到曲总的到来，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。虽然沈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，丝毫没有变化，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。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，为了能搭讪到曲总，她做了许多攻略，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，尤其是水袖。她来到昆曲培训班，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，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，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，专门学习水袖。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，只学习水袖这一种。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、水袖花，哪怕是不吃不睡，多长的时间能练好？最快也得1个月。自此后，许岩很是努力，在教室练习，在家里练习，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。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，而且零基础就很好，忍不住想邀请许岩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，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。随着两人相处逐渐熟络，许岩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，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。她灵机一动，找到沈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，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，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，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，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许岩又找到曲总邀请他参加，告诉他这档节目不仅莱茵校董会去，自己还给他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，这让曲总很是心动。节目开始后，许岩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，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，收视率一路飙升。许岩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，而他更是将利益最大化，来到沈家给足沈母面子，给她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，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沈母。沈母听完后很是受用，觉得许岩很是有格局，第一次让他坐到自己身边。会办事的人不少，有格局的不多。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，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。许岩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？我能挖独家，能做全链条，有专业能力，我凭什么不争不抢？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，就当你在夸我了。
原来许妍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，收视率一路飙升，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，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。可对方却很不服气，认定许妍就是靠富二代男友才有的今天，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妍的化妆时间。许妍不想为难化妆师，便让她先化妆，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，嘲讽许妍就录了一次节目，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。许妍听完后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，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，还有其他节目邀请她，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，孙思维的却是1，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？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，嘲讽许妍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？还造谣许妍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？但许妍丝毫没有生气，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，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。可他明明记得许妍刚来公司的时候，家里只有一个姥姥，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，还成了高知家庭。小助理觉得许妍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，勤工俭学体验生活？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，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。但即使这样，孙思维还是对许妍的身世抱有怀疑。另一边，沈浩明来接许妍，许妍很是高兴，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。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，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。但许妍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。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，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。可许妍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，她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。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，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，难上加难的。对于别人或许很难，但对于你，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。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。两人现在看似幸福，但许妍内心却无比纠结。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？隔天，许妍来到沈家，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。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，她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。这时，沈父询问她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，许妍直截了当的承认，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。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，是的，变化挺大的。另一边，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，在他们眼里，许妍在比乔琳优秀，依旧偏心乔琳。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，你说有什么用？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，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，还是我们家琳琳好，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，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。与此同时，乔琳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，她忍无可忍，直接回击了过去，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，被抓到了警察局。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，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，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，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，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，配不上自己的儿子，根本不给乔琳说话的机会。而乔琳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，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，男友一切听父亲的，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，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，都要悉数交给父母，甚至面对母亲对乔琳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。此刻的乔琳再也忍不了，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。阿姨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？我阴阳怪气的？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成天横冲直撞的，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？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琳受了委屈，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她，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。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，嘟嘟嘟的说个不停，让乔琳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。乔琳看了看窝囊的男友，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。可乔家父母得知后，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，要多好有多好，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。于是乔琳决定离开这个家，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。妍妍，乔妍。为了成功嫁入豪门，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。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，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，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。妍妍，乔妍。乔琳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，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，她现在只想先把乔琳支走，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。但乔琳拉着她就往外走，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。两人刚走出去，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。妹妹好。这位是？我是我表姐。他来找我。乔琳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，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。随后许妍将沈浩明支走后，带着乔琳来到酒店。乔琳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妍，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？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，我姓许，不姓乔，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，我的亲人只有姥姥。乔琳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，心里不伤心是假的，但她是既得利者，根本不知道许妍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。在她眼里，许妍就是乔家的一份子，是她的亲妹妹。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她后，许妍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。而乔琳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，要是知道，她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她。现在没有外人在，许妍也懒得装，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。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，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。
希望乔林能够识趣自行离开，因为他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。说完就走了，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。我姓许，许言。乔林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，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，想要赶紧撇清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。下了电梯后，许言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，乔林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许言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，他的出生就不被期待，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，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，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父亲嫌他是个累赘不想要，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带到了6岁。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爸妈迫不得已才把他给接了回去。就在他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，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。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，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，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。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，为了能生活下去，他变得乖巧懂事，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。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，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。许言真的忍不住了，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？小时候的许言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，自己只有姥姥。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许言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。他跑着回家找姥姥。姥姥，来了，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，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，直到渐渐长大，许言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面。突然一通电话将许言的回忆拉回了现实，原来是沈浩明邀请他来看自己培养的花。许言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，因为一生只开一朵，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，这让他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，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？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。乔言，你不是叫许言吗？他们是谁呀？你说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说多少谎话？我们对你真心真意，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，怎么信息这么准？你这是诈骗！许言的假身份被揭穿，大家纷纷离他而去。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好在这些只是许言的幻想，原来许言和2家父母刚试完礼服回来，就看到亲生父母找了过来。此刻的他想要逃离这里，脑子里幻想到了自己被揭穿身份的下场，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但就在乔家2老要发现许言的时候，沈浩明突然说公司有事，将父母支走了。等沈家一行人走后，许言将父母拦了下来。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？2位是？我们是他爸妈，我们是婚庆公司的。恭喜恭喜啊！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。2口子听完后不敢置信，女儿竟然要嫁给金达集团的太子爷。许言对2人已经不抱希望，他直截了当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不打算邀请他们参加。乔母气急之下怒骂姐妹俩，一个要悔婚，一个要结婚，都不跟他们商量，是当他们做父母的不存在吗？乔爸更是指责许言，现在要嫁给有钱人了，就瞧不起亲生父母了吗？可许言根本不想理会他们，只是说他和姥姥在一个户口本上，只有姥姥才是自己的亲人。乔爸从来没有考虑过，到底因为什么女儿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只是一味的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指责许言，最后更是表示自己就当没有他这个女儿。许言对此早已麻木，姐姐悔婚跑出来，他们就能包容，专门来一趟接她回去，看她住在群租房，就心疼的让她回去，担心她没学历、没背景、没人脉，在大城市里活不下去，甚至支持她回去考公务员。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许言，来了后也只是一味的指责，没有关心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。你妹妹有男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没给我提，没有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结婚。得知妹妹即将结婚，乔林又找了过来，无意间碰见了假扮许言父母的2人，这才得知妹妹竟然伪造自己的身份。见姐姐既然已经知道，许言也不再隐瞒，他表示自己很爱沈浩明，如果不伪造富家女的身份，沈家父母就会逼他们分手，他不得已才会这么做，也希望姐姐不要来搞破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但我也不想你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我不会再来找你。可许言好不容易将姐姐稳住，怎料母亲又打来电话，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。许言没有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备注改成了她的名字。为了不让爸妈来婚礼捣乱，许言特意回到乡下找到姥姥，希望她能帮自己说服爸妈。而姥姥并没有询问什么，她了解许言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姥姥心里有数了，我打电话
把他们叫回来。姥姥是最清楚许言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，也是最希望许言能够幸福的人。但许言的下一句话也让他愣住了。荆州太远了，我怕你折腾。听完这话的姥姥虽然愣了几秒，可她依旧支持许言的做法，还不停地安慰他不要担心自己。直到许言打开冰箱，看到姥姥给他做的桂花酱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在返程的途中，许言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，只有姥姥记得，每年都会把他叫回来过。是姥姥供他读完高中考上大学，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他，所以许言什么都不在乎，他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让姥姥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上大学后，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给别人当家教，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，在饭店干服务员，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，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，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。哎呦，妍妍，你怎么又给姥姥给钱了呢？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，倒是你在外面读书，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。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，多喝牛奶，多吃鸡蛋，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、营养补充啊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这么多年，要不是姥姥，他也不会坚持到现在。我告诉自己，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，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。只有让自己强大，才是一劳永逸的事。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，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。人伪造身份，终于如愿嫁入豪门。为了不被人揭穿，自家那边的亲戚一个都没请。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还是被熟人给认出来了。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言？我是有点像啊。许言看到熟人后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因为假扮他父母的人冒充的就是同学父母的名字。当初自己就是借用同学的关系骗到了人家的签名。为了不被看穿，她连忙找理由要将两人支走，可没想到丈夫一家人已经过来了。这两位是？没办法的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，眼前的两位是大学同学父母，原本就想着打个招呼就行，怎料假父亲却多嘴将人家邀请了进去。此刻许言杀了他的心都有了，但他只能赶紧进去应付。吃饭敬酒的时候，许言紧盯着另外一桌，看到他们过去敬酒的时候，立马就赶了过去。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？哦，建筑行业。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？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，那个书叫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。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。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。咱们虽然是同行，但相差甚远。为了不露馅，许言不停地圆场，同时悄悄拍了拍贾母亲的后背。女人立马心领神会，假装不小心碰到酒杯，将里面的酒泼到了对方的衣服上，最后以换衣服巧妙缓解了这一局。许言走后，沈浩明带着一个女人来敬酒，对众人说是自己的妹妹。女人明显愣了一下，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许言也产生了一点危机，因为早在婚礼前，许言就发现她回国后直接入职了金达集团，而且和沈浩明关系匪浅。到了新婚夜，女人再次给沈浩明发消息，约他到无边泳池见面。沈浩明本不想理会她，可女人却以死相邀。沈浩明无奈之下看了看许言，然后出去了。来到泳池边见女人没有事，便准备离开。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？不要听你说淹死这个词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这样闹有意思吗？两人在这里谈话，殊不知一切都被许言看在眼里。沈浩明，我爱你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请你自重。你是说那个女人吧？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，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，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？许言就这样默默看着女人对沈浩明表白，脸色很是平静。隔天，沈浩明和许言准备去度蜜月，白莲花又出来恶心许言，说以前沈浩明带着他去过好多地方，吃过好多餐厅。许言丝毫不示弱，直接反击回去。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？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。喝了酒就别进泳池，容易被淹死。女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昨晚她所做的事都在许言的掌控中。其实两人之前就有过一次交锋。之前许言为了尽快融入到豪门生活，特意给自己报了一门烹饪课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爱慕沈浩明的方磊。许言大大方方地向对方介绍自己：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。方磊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，但他也不甘示弱，他声称自己是沈浩明的学妹，两人曾在伦敦一起上学，而且他们两家还是世交。想用这些话让许言知难而退，怎料许言丝毫不退缩。16岁就认识，所以是亲妹妹嘛。不仅如此，许言还主动跟他请教厨艺，结束后以感谢为名请他吃了顿饭。但方磊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刺激许言的机会。在饭桌上，方磊表示他一回国，浩明哥就将自己安排进了他的项目里，还对他照顾有加。那你把工作做好，就不会麻烦他了，对不对？谁知方磊见许言丝毫不在意这些，便主动提出做他的伴娘。许言直接答应了，这才有了婚礼上。方磊将自己当成女主人般，当许言不在的时候，就跟沈浩明出双入对的敬酒。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，只将他当成亲妹妹，而他的这些小心思也都被许言看在眼里，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。许小姐，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？万万没想到，许言结完婚后要对付的不是婆婆，而是以前那些认识他的人。既然都是同类，
那更要后报无主了。许岩跟沈浩明结婚蜜月后，便带着他去乡下见了姥姥。姥姥看见后很是高兴，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多菜。而沈浩明看见姥姥很欢迎自己的样子，心里很是温馨，但他更想要多了解许岩以前的生活。许岩在门外听见两人的对话，担心露馅，便拿着婚纱照来到厨房，以挂相片为由，将沈浩明给叫走了。晚上许岩跟着姥姥一起睡觉，姥姥忍不住还是将乔父的肿瘤的事说了出来。虽然说这个人当爸爸十分的不称职，但还是希望许岩能去看一下。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，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请他去吗？他现在得了病，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。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给姥姥准备的答复，不停地找事情打岔。隔天一大早，姥姥特意邀请沈浩明一起去早市买菜，沈浩明二话没有说就同意了。一路上，姥姥不停地夸沈浩明，帮许岩说好话，而他说这些就是为了铺垫后面的那几句。如果他犯了什么错，你就多包容，行吗？姥姥认为许岩嫁进沈家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，所以才这么跟沈浩明说。殊不知沈浩明早已知道一切。离开前，许岩还是心软了，悄悄地给父亲了一些钱治病。回到荆州后，沈浩明给了许岩一个惊喜，送给他一座四合院，用于他工作和邀请豪姐们。许岩听完后都惊呆了，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心动呢？而沈浩明看着许岩一言不发的样子，表示他是自己的妻子，自己会协助他完成任何的愿望。进去后，沈浩明看到上个业主给孩子量身高留下的痕迹，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。可许岩却回想到了小时候一家人都忽略了自己，从来都是给姐姐量身高的场面。沈浩明见他失落的表情，便向许岩索要口红量身高。许岩那一刻心里便很感动，更是有很多的触动小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，丈夫帮自己已经完成了。两个人深深地看着彼此，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幸福下去，可许岩的对头却揪着他不放，将假扮他父亲的人找了出来，在节目上揭露了他捏造身份的事。这一次的许岩又该怎么应对呢？您和许岩认识？认识，我们很熟啊。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？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？请你正面回答。还每天下班准时来专柜蹭妆。就在他化完妆要走的时候，导购实在忍不住拦住了他。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？为啥呀？我用的都是试用装。必修啦，姐姐。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，您都会在下午5点钟准时来到这里蹭妆。还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上班打卡呢。女孩听完后表示，自己不全部试一遍怎么知道要买哪一个色号，并且也没有规定试妆次数。刚说完，乔林就拿出试妆6次的标签。女孩见说不过，直接来句自己就不买。要是她再拦着自己就去投诉，乔林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放她离开。下班，乔林回到出租屋，听到室友正在给家里打电话，而这个室友就是刚才去蹭妆的女孩。女孩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把钱打回家里。乔林也明白了她为啥总是去专柜蹭妆了，而她专门带了一些小样送给了女孩。隔天，乔林在整理公司货架的时候，不小心将手臂给砸伤了。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给他治疗的医生竟然是高中时期暗恋的校草，但当时校草喜欢的人是妹妹许妍。林一鸣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谈恋爱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，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。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，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时隔这么多年，男人依旧喜欢许妍。他之所以跟乔林相认，就是为了问他索要许妍的联系方式，但他并没有直接要，而是借口他的伤。此刻的乔林私心是不想给他联系方式，于是自己拿起手机给妹妹打了电话。当男人见到许妍手上的戒指后，便明白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你结婚了？上个月。虽然有点晚了，祝你新婚快乐。最后，于一鸣失落的回去了。许妍将姐姐送回家，看到她和几个女孩子合租在一起的房子，还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便明白姐姐是铁了心要留在荆州。既然如此，决定帮她换个更大的房子，希望她以后不要给自己添麻烦。乔林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表示今天要不是于一鸣，自己根本不可能联系他。可许妍根本没有听他说的话，隔天直接找来几个彪形大汉，强制性给乔林搬家。起初乔林极度反抗，就是不搬。不搬。你不搬？不搬。好。我忘记告诉你，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。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，乔林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，立马就搬家。许妍对这个姐姐很了解，她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，所以她就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乔林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，这让她万分惊喜。与此同时，乔林的前男友妈妈调查到，乔家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面房，在他们眼里，乔家穷的叮当响，根本就没有钱买门面房，那肯定是拿他家的彩礼买的。女人觉得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，那就要把彩礼追回来。乔林男友是个窝囊的，当即就给乔林发去了消息，没想到乔林已经将他拉黑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了。气急之下，他直接来荆州找许妍。
妍，想要从他口中套出乔林的住址。请问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预约，不能进。没办法的林涛只好出来碰运气，看能不能碰到许妍。巧的是在餐厅碰见了许妍，正在拜托于一鸣照顾乔林。乔妍，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？这谁呀？此刻的林涛认定乔林悔婚，就是许妍在背后挑唆的。他恼羞成怒下，在餐厅大吵大闹，甚至要对许妍动手。好在于一鸣在场推开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许妍发现自己的死对头过来了，急忙找个借口把林涛给带走了。孙思维看到这一幕，本想着看能不能挖出点许妍的把柄，可于一鸣根本不理会他。与此同时，许妍将林涛带到另一家餐厅，告诉他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找乔林了。至于彩礼钱，自己会帮姐姐还。这准是彩礼的事吗？我要的是人。我不知道。行，不说是吧？那我就天天来，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，上你婆家去要人。你不是嫁得挺好吗？我让他们了解一下，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嘴里没句实话，你不是嫁得挺好吗？我让他们了解一下，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随便你。面对林涛的威胁，许妍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直接离开去找姐姐乔林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她。乔林觉得这家人是真的很奇葩，既然他想见自己说清楚，那就见面打死他。许妍见姐姐只知道使用武力，劝说她不要这样做，既然跟林涛分手了，那就跟过去一刀两断。昨晚他跟林涛聊过了，他在乎的是乔林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忠诚，但他的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，只要把钱给出去了，就算林涛想来荆州闹，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。谁知乔林听完这些后依旧要自己解决，可许妍等不了，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单位、沈家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，原来是怕自己谎言被拆穿了。就在两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殊不知沈浩明也知道了，他默默地帮许妍处理，让助理调查林涛的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。不出半天，林涛父母的银行卡就收到了一笔钱，如许妍所料，钱一到账，他们就打电话让儿子回来。可林涛就是不听，非要见到乔林了解事情真相才肯回去。但通过沈浩明的发力，隔天银行就把林涛给叫回去了，还以他优秀为由，要给他增加工作任务。领导的这波夸奖让林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同时意外的还有许妍。以林涛的性格，我原以为他会不依不饶，没想到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。不久后，许妍无意间发现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正在急于促成一项合作，可合作方十分瞧不起他这个太子爷，迟迟不肯跟他合作。许妍看到沈浩明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晚上，他就把沈浩明带到泳池边，给他的秘密基地添了一盏灯，不停地开解他，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坏情绪和心烦的事情都说出来。经过许妍的开解，沈浩明这才露出了笑容。于是为了能够帮到丈夫，隔天许妍就约婆婆的闺蜜美玲姐打听合作方黄总的情况。从美玲姐口中得知，这个黄总很疼老婆，可几年前老婆得了重病离世，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娶，还将对妻子的亏欠弥补到了岳母身上。这些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岳母，可岳母的性子很倔，非要住到养老院。听完这些讯息后，许妍决定先从黄总的岳母这里下手。隔天他来到养老院，捐助了好多东西，在院中的引荐下见到了黄总岳母，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，整个人都神志不清。但许妍并没有放弃，她看到老太太搓了不少泥鳅，嘴里不停地说要留给女儿吃，这不禁让她想起小时候姥姥炸了很多素丸子让自己带去学校吃。许妍瞬间明白，她是用这种方式怀念女儿。回去后，许妍便给姥姥打视频学做素丸子，隔天带着丸子来到养老院，还给老太太讲了姥姥的故事。在许妍的陪伴下，老太太一天比一天开心，最后还将许妍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两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。许妍也将老太太当成了姥姥，觉得对姥姥很是亏欠，而这一切都被黄总看在眼里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约见了沈浩明，夸奖他真是娶了一个贤内助。黄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明白。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？这段时间，你爱人许妍经常去照顾我岳母，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，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。难道你不知道？他没有跟我说过。那也许是巧合吧。最终在许妍的帮助下促成了这单合作，可许妍的死对头又开始搞事情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，姐？没事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就是个骗子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就算我是骗子，我也努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。爷爷，没事吧？你演什么呢？原来许妍的死对头孙思维无意间在听到，最近有一篇报道，一个女子接连骗了3个男人结婚，以这种方式骗取天价彩礼，被警方抓获后，新闻还特地报道了一下。
孙思维看了看报道，突然觉得照片里有一个男的很是眼熟，仔细一想，觉得跟许妍的爸妈很像。于是他觉得许妍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只是说家里边只有一个姥姥，什么时候又有了个在国外的父亲，肯定是在说谎。说不定他的背景身份都是假的，也是像报道中的女人一样捏造身份嫁入豪门，也觉得这是扳倒许妍的一个绝佳的好办法。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他找到领导，以参考婚礼为由，从他手里骗到了婚礼照片，随后回到工位上，再三比对了照片，确定两人就是同一个人，心中窃喜不已。为保证万无一失，他带着小助理找到假扮许妍父亲的高亮杰，威胁他配合自己，想着在台里推举财经主播的时候给许妍致命一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来到许妍面前，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。你放心，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，而且足够震撼。他的话许妍并没有在意，而是时刻准备自己竞争财经主持人。他的表现极为出色，评委们很是满意。隔天，孙思维特意邀请许妍做自己节目的嘉宾。许妍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并没有答应。可就在这时，主任出来助攻孙思维，无奈之下，许妍只好答应。节目开始后，孙思维先是向大家讲述了最近骗取高价彩礼的那个新闻，接着又请来了高亮杰。许妍看见他的那一刻很是惊讶，孙思维看见后觉得自己稳赢。他打开许妍婚礼的照片做对比，还不停地质问两人之间的关系。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？你是不是许妍的假冒父亲？请你正面回答。许妍见状站起来，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两人的竞争之上。所有人都明白孙思维的能力不行，是他羡慕嫉妒自己，所以才请人来陷害他。可孙思维看着许妍慌张表情，料定自己挖到的就是王牌。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？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妍的父亲？看着孙思维在那里犀利的说话，在座的同事们也有一点震惊，此刻都在下面小声的议论。一时之间，许妍的身份就这样被大家怀疑，他也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而孙思维看到许妍有点慌张的样子，觉得自己这个王牌简直是太炸裂了。看到对方反应不过来的那种表情，更是到达了制高点的高兴。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迎来反转。高亮杰临时变卦，不是，那人不是我。高先生，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？啊，对，我这儿有胎记，你看这儿。大家拿出照片仔细对比，发现婚礼上的男人脖子上根本没有胎记。原来许妍在孙思维威胁自己后，便猜到他可能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于是他约见了高亮杰，商量做了这场局。而且早在之前，许妍就让男人遮盖胎记，也算是他的一张保命符。此刻的孙思维彻底懵了，他认定两人就是串通好了。串通好了是吧？在这给我做局呢！我劝你冷静一点。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。因为节目失误，孙思维就这样被主任停职，还失去了竞选财经主持人的机会。事后许妍找到孙思维，让他不要再想着对付自己。孙思维很是气愤，责骂许妍就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骗子，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。而许妍并没有反驳回去，他余光中瞥见沈浩明来了，于是他故意靠近孙思维，激怒了这个蠢货。如许妍所料，女人被激怒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沈浩明看见后，立马冲过来关心许妍，而许妍则换上一副被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你演什么呢？你是孙思维？我是。通知法务部，放下所有手头工作。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，追究他的责任。他叫孙思维。孙思维终究为自己的蠢付出了代价，而许妍则顺利成为了财经新闻的主持人。欢迎收看财经新闻，我是主持人许妍。有女孩捏造千金身份嫁入豪门后，用自己的实力不仅帮丈夫拉到了合作，还让婆婆对她百依百顺，甚至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的印象改变。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现在啊，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唯有家里的小弟弟对她意见颇大。原来自从许妍嫁给沈浩明后，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，从来没有人在乎弟弟浩辰的感受。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浩辰不是在学校打架，就是各种闯祸。老师三天两头的给沈母打电话，沈母虽然是豪门太太，但也害怕老师的电话。同时他和沈父应酬很多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。他见许妍很有耐心，便让他帮忙带浩辰。而他刚把许妍拉进家长群，就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浩辰跟同学发生冲突，还把人家给打伤了。许妍看了看正在逗狗的婆婆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。处理完后，他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，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，可浩辰并没有理会他，直接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许妍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婆婆嫌麻烦，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。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，他以为是许妍告状，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，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妍身上。你来了，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，然后又讨好我爸妈，让他们都喜欢上你，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，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。这番话让许妍明白，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，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。许妍表示，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，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。这又是什么招？
隔天浩辰去学习马术，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，今天却是许妍来的，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。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，他松了马蹬，故意摔到地上造成骨折。这方法确实好用，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，可也就见效一回。沈母请来护工后，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，沈浩明嘱咐了许妍后也离开了。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，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。不要走，不要你，你不要就不要走，人呢？看不像话，不是人。许妍看见后，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，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。浩辰一听，立马来了鬼点子，他开始使唤许妍，一会要吃水果，一会要喝水，挑3拣4的，就是故意为难许妍。但许妍并没有惯着他。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，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？我是伤员，我是小孩，你欺负我，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。两人独自相处下，浩辰不再排斥许妍，许妍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。通过自己的方式，许妍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。晚上沈浩明赶了过来，许妍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，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。现在的许妍是最懂浩辰的，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。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，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，可只要姐姐一出现，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。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，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。两人并不知道，弟弟根本没有睡觉。自此后，许妍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。而许妍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，她把画本拿给公婆看。在浩辰的世界里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，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。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， 也不是手机，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，就是时间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，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，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。浩辰都是无比开心。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为此特意送了许妍一辆红色的跑车。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妍？他知道许妍的身世，又为什么要和许妍结婚？而许妍每帮他一次，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。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妍，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妍了。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，就连婆婆也是一样。可回来了。怎么了妈？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，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？他喜欢你，你想个主题，他肯定喜欢。我想想，事情交给你，妈最放心。如果你还不配合我，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。乔燕来了，贪图富贵，利欲熏心，为了嫁入豪门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沈家，跟他们说清楚。自从许妍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，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她。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她。此刻的许妍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，可就在她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。男人跟许妍曾有一面之缘，几年前两人在同一家咖啡店争取想要的岗位。许妍在简历上关于家庭成员的那一栏没有填写，猎头不停地诱惑她将父母的身份写成在国外做生意，因为这样就算查也查不出来什么。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上，家庭背景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。就在许妍犹豫的时候，后面的男人也就是周泽远制止了她。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，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这时的许妍还很是单纯，她想了想周泽远的话，决定实话实说。这番举动把猎头直接气走了，就算佣金翻倍也不接他这一单了。出来后，许妍不停地打电话求职。突然，男人拿出2朵用报告书折成的向日葵送给她，鼓励她不要气馁，就像这2个向日葵一样，向阳而生，永不低头。两人就这样认识了，互相慰藉着彼此。5年后，周泽远再次见到许妍，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，而是带着目的接近许妍。他将许妍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，想让许妍帮自己拉到沈浩明的投资。许妍观察了一番后觉得可行，可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员工之间的对话，彻底打消了让丈夫投资的念头。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，网站一做啥也不干，1天500的，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。哎，要不你也过来吧？这不点人，就是一家皮包公司。为了验证这番说法，许妍来到大厅试探，让员工展示一下公司的项目。怎料男人听完后脸色大变，慌乱地找着各种理由不打开电脑。身后的客户也装模作样，实际上电话线根本没有接通。再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，全部都是空白的。许妍瞬间明白周泽远搞皮包公司骗钱，于是再次见到他，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。怎料周泽远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他以许妍的真实身份作为要挟。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，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，它都改变不了。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，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。既然都是同类，那更要互帮互助了。
面对周泽远的要挟，许妍真是累极了。回到家后，听见婆婆叫她，只能强颜欢笑的应对。明天婆婆的闺蜜马阿姨要带一个人来家里做客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许妍立马给出了意见，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马阿姨带的人竟是周泽远。在喝茶的时候，周泽远不停忽悠两人，许妍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胡说八道。她不敢帮周泽远，更不敢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实在听不下去的她借口接水离开了。可没想到周泽远竟追了过来，他彻底撕破脸皮，逼迫许妍让沈浩明投资。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，我是跟你聊呢，还是跟你婆婆聊？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，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，都会发现漏洞。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。周泽远见许妍不上当，继续忽悠他，表示只要沈浩明一小笔的投资就行。但聪明的许妍很快就识破了他的阴谋。周泽远要的不仅仅是钱，他最想要的是沈家的名声，借沈家的势力骗更多的钱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，是犯罪。乔妍，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，这么在意他，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！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，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，她不是为了钱，她居然玩起了纯爱。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？许妍直接泼了他一身水，本以为周泽远会收敛，怎料他直接找到沈浩明这里，当着许妍的面在雷区不停的试探。此刻的许妍害怕他说出真相，更怕沈浩明被自己连累。许妍没跟您说吗？是他约我过来的。我事情太多了，忘记跟你说了。没事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说到骗这个字，你根本没钱，没有力气。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，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。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，容不下我的儿子。许妍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弟弟浩辰竟然是沈浩明的儿子，而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捏造身份的事，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谎。被揭穿后，许妍直接提出了离婚，怎料沈浩明却拒绝了，还用许妍的工作来威胁他。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，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？不久前，在许妍的照顾下，浩辰越来越跟他亲近，甚至两人都成为了朋友。而许妍不只是遇到了周泽远这个危机，她还要防着姐姐乔琳乱说话。原来几天前，沈浩明突然说要请表姐吃饭，许妍本想着以姐姐工作忙为由拒绝，可沈浩明却坚持要请，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带着乔琳来吃饭。但进去之前，她万分叮嘱乔琳一定要少说话，因为她知道这个姐姐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，担心她说的越多就越难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乔琳说了许多许妍过去的事，包括她在学校是校花的事。本想着帮妹妹说说话，可说的越多，破绽也就越多。姐姐真好，我是她初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那不是那会儿啊，你就别说谈恋爱了，只要是个男的，他都不带看一眼的。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，不然早转去那儿上学去了。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？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，你老家在山西晋城。乔琳慌乱地看了看许妍，赶忙解释自己高中的时候复读了2年，复习班正好转到了许妍上的高中，这才把这些话都圆了过去。此时的沈浩明玩味地看了看许妍，然后让乔琳多说一说许妍以前的事情。乔琳很是嘴快地说了句没问题，但当她看到妹妹那能杀死人的眼神，立马就闭上了嘴，然后跟沈浩明说自己很忙，不能经常出来吃饭，而他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，跟沈浩明说了许多许妍的好话。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，但是她一旦动了心，就是一辈子的事，你得珍惜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话沈浩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发生一次，他就会充满戒心。在他眼里，许妍嫁给他是为了地位和财富，什么所谓的真情，身为豪门少爷的他根本不信。可许妍却正好相反，他是因为爱沈浩明才选择说谎捏造身份，两人的立场不同，导致许妍得知真相后伤心提出离婚。吃完饭后，乔琳不停地看着许妍。来之前，乔琳咨询过律师，以许妍现在这种情况，即使以后身份暴露了，沈浩明只要是真心爱她的话，也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。许妍听完后心里边有些高兴，没想到乔琳也会考虑自己。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突然许妍看到旁边坐在一起听歌的2个女孩，想起小时候放学她经常会盯着 MP3 看，但因为懂事从来都没有主动跟父母提过。乔琳发现后直接将自己的送给了她，姐妹俩就这样一起听着歌回家了。现在长大了，虽然说姐姐有些没心没肺的，但还是想着自己。许妍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人，她不想被原生家庭困住，但只要他们对她好一点，她都会释怀以前的痛苦。爸妈从小就宠爱姐姐不理她，可听到爸爸得病了，还是会留下一笔钱让她治病。密码设置的还是乔琳的生日，是因为爸妈从来没有给她过生日，肯定不知道她的生日日期。姐姐来到荆州，表面上很烦她让她回去，但看到她住在拥挤的出租屋，立马就给她换了大房子，还准备了生活用品，甚至将房子租到了她喜欢的人隔壁。网上有些言论说许妍是恶女，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。我们许妍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宝宝。很快乔琳的工作也上了一个台阶，公司想要选择人去总部加入销售团队。乔琳因为化妆技术和销量第一，所以在这个候选名单之内。本来说乔琳对自己也是十分有自信的，
但是听到领导说自己学历太低这件事，觉得确实是自己的短板，便想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学历。乔琳知道学习是自己一直十分头疼的事情，于是她找到于一鸣帮忙，于一鸣很是爽快地答应了，这也大大加快了两人的感情发展。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，都很倔，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，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。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，不需要我一个说话筒。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，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。自从许岩得知周泽远办皮包公司骗投资后，便拒绝了与他合作，因为他明白，虽然周泽远只让沈浩明投资一小笔不起眼的钱，但他的目的却是借着沈家的势力去骗更多的人。可周泽远又怎肯轻易罢休？他将许岩不肯帮忙，直接来到沈浩明面前，不停地提起许岩的假父母，试图让他说服沈浩明投资他的公司。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老谋深算的沈浩明看清，他并没有继续和这个骗子谈下去。谁知周泽远又找到许岩，直接撕破那虚伪的嘴脸。如果你还不配合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。周泽远还是低估了许岩对沈浩明的爱，不管他怎么胁迫，许岩根本不愿配合。怎料男人见许岩这样，为了拿到钱，他往后退一步。这次他可以不要沈浩明的钱，但这笔钱必须许岩来出。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，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。从这之后，男人像个恶鬼，时刻缠着许岩，就连晚上都会打电话催着要钱。而这些沈浩明都明白，他早就让助理查过周泽远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许岩打电话的对象就是他，但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悄悄在背地里帮许岩解决一切。经过1晚上后，周泽远并没有收到钱。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？他将许岩堵在停车场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到钱。好在姐姐乔琳及时出现，假装打电话报警，这才吓跑了周泽远。许岩为此很是感动，姐姐还是那个姐姐，虽然从小父母偏心她，但她依旧是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姐姐。虽然姐没什么能耐，但是妍妍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。我揍她。谁知周泽远更加得寸进尺，这次他直接把许岩亲生父母请到了荆州，还将他编造假故事嫁进沈家的事全部托盘而出。乔爸得知后暴跳如雷，他不理解许岩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，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？乔爸不停地辱骂许岩，什么话难听说什么，觉得女儿就是贪慕虚荣、利欲熏心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，甚至要去沈家坦白真相，揭穿女儿的骗局。许岩听着父亲的谩骂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因为他早已死心。在高考那年，他就已经对这对父母不抱期望了，也从来没奢望过他们能够理解自己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，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，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。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。我也不想骗他，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，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。许岩的话像棉花一样打在这对父母身上，丝毫没有波澜。此刻的乔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错，甚至觉得要不是他们把许岩接回来，他怎么会有今日？他从来不会想过许岩本该过上像乔琳一样的生活，可他的出生不被期待，只因为他不是个男孩，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。听完这话的乔爸起身就要去沈家揭发许岩，乔母连忙拦住他，嘴上说着为女儿考虑的话，可这幅画面在许岩眼里却是无比的可笑。乔家两口子从来没有想过儿时的经历对许岩的影响有多大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多么偏向大女儿，他们只会觉得我养你一场，怎么到头来还成了我们的错了？是他们亲手把许岩推开，现在却又嫌弃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说，真是讽刺。这是在演哪一出啊？我明白了，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琳的，而不是我。这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，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。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，你再也不是乔家人。乔，如果真做了，有你陪着也挺好。面对周泽远的威胁，许岩宁愿鱼死网破，也不愿将沈浩明被他拉下水。不久前，周泽远为了让许岩劝沈浩明投资自己的公司，特意将在老家的乔家两口子请了过来。乔爸得知许岩未嫁豪门，竟然捏造身份，恼羞成怒下选择跟许岩断绝关系。而许岩听到后心里并没有任何难过，甚至觉得是一种解脱。为了封周泽远的口，他不得不把沈浩明送给他的跑车卖掉，将钱转给了他，并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还会有第二次，自己一定会报警。怎料周泽远根本不满足，他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，于是他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把柄威胁许岩，而许岩丝毫不受他的威胁。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诈骗犯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丈夫上当，为此他不惜和对方鱼死网破。好，那就试试
暂时豁得出去。谁知周泽远恼羞成怒下，竟对许岩动手，而许岩也不惯着他，直接一个包击就打了过去。一项1000万，要不再来一下？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，沈浩明打来了电话，他约周泽远下午2点去打高尔夫。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与我无关。下午，沈浩明主动谈到注资，还提出追加投资款。许岩听着很是着急，他想方设法的阻拦，却根本拧不过心意已决的沈浩明。周泽远走后，许岩还是让沈浩明小心这份投资，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公司背景，想让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，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，不是愁眉苦脸。这天过后，周泽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直到4个月后，许岩才知道周泽远被抓。他很庆幸沈浩明没有被骗，但是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之间有点距离，因为他说什么话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原来沈浩明早就知道一切，他让助理调查了周泽远，也知道许岩受威胁卖掉了自己送的车子。而为了让许岩不再发愁，沈浩明以代理人注资的名义，一边安抚周泽远，一边调查他的犯罪证据，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胁许岩。妍妍，如果你将来想投资，需要钱。许岩虽然也不知道，但他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帮他。乔林还是觉得，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早点跟沈浩明说清楚。毕竟看着沈浩明那么爱许岩，知道后肯定会原谅他。我是想跟他说的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突然，乔林看到了于一鸣，他跑过去将他拉了过来，跟许岩一起吃饭。于一鸣本来很犹豫，但一听到许岩也在，就跟着过来了。而乔林也发现一件事，于一鸣跟许岩真的太不一样了，总是滔滔不绝，比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话还多，心里无比的失落。许岩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晚上回到家，许岩考虑再三后，决定跟沈浩明坦白。他先是试探说自己有一个朋友，在婚前隐瞒了一些事情，但现在2个人过得很好。这个朋友想要主动坦白，可他还没有说完，沈浩明就打断了他，表示只要2人的感情好，根本不需要坦白，坦白了反而会成为2人感情中的一根刺。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，你说呢？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，一种说法而已。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，才是最重要的。